别人穿越做开挂主角，而我却穿越到大明灭国皇帝崇祯帝身上。但我要改变国运，让八方来和，万国来朝，为大明再续命300年。在崇祯面前，李国普开始谨慎地分析着眼前的局势。他提出了一系列问题，主要集中在大明面对蒙古势力的行动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上。虽然漠北蒙古已经归顺大明，但是如果大明采取过于激进的行动，可能会激起漠北、漠南、科尔沁等部的联合反击，使大明陷入更加复杂的局面。崇祯听后深思片刻，表示这正是他邀请众位大臣商议的目的。李邦华在场沉默了一段时间后，突然开口：目前大明的重点是稳定边防，并加强新军的训练，而关键在于获取足够的战马。他详细解释了大明如何通过贸易和政策手段从蒙古获得战马，并且利用这些战马来增强自己的军力。他还提到了太仆寺和工部在这一过程中的重要作用，以及他们如何分别利用马匹和金属来与蒙古进行交易，并且通过支持蒙古与贱奴的战争来消耗对方的实力，为大明争取时间。众人听后恍然大悟，对李邦华的分析表示赞同。崇祯也对他的见解表示欣赏，并下令相应部门迅速采取行动，以达成稳固边防和加强军备的目标。在讨论补缺官员的问题时，孙承宗提出了对右翼情况的担忧，并建议通过书信和抚慰的方式来稳定局势。崇祯接纳了这一建议，并指示孙承宗具体执行。接下来，孙承宗向崇祯呈上了补缺名单，其中包括了26人的推荐人选。崇祯仔细审阅了名单，对其中一些人物的背景有所了解，但也察觉到其中可能存在东林党的问题。他再次强调大明不能再有党争，要求孙承宗等人谨慎推荐人选，避免再次引发内乱。最后，崇祯决定在明天的朝会上通报这些人选，并等待群臣的意见。他要求内阁起草诏书，迅速召回这些人，并暂时由6部多加留意。在众人离去后，崇祯单独留下了李邦华，并询问了他对补缺名单中缺少兵部尚书的看法。李邦华表达了整顿大明军队的愿望，希望能让大明的战力再度焕发出来。他指出，军队内存在的问题包括战役、虚冒、卖险等弊端，并提出了解决方案。崇祯听后大为赞许，将此事交由李邦华全权负责，并承诺全力支持他。李邦华感受到了皇帝的信任，心中充满了责任感和决心。接着，崇祯思索着人选，决定让李若莲通知张廷登回京，并写信给袁可立。他考虑着左都御史和兵部尚书的人选，认为李邦华不适合担任兵部尚书，但可以担任左都御史。至于兵部尚书，他有几个人选，但暂时还未做出决定。崇祯心中有一个大计划，他决定加速研究火器，认为这是提升大明战力的关键。他决定将燧发枪、火药炮弹等技术引入大明军队，并计划改进红衣大炮，提升其杀伤力。他相信火器的研究对于应对建奴、暹罗、缅甸等国家的威胁，以及重开海境、加入世界的大航海有着重要意义。因此，他决定立即召集毕茂康、孙元化、徐光启等人进京，共同商讨火器的研究和发展计划。黄爷突然提出要研制火器的想法，让王承恩心头一震。他立刻表态称自己了解这3位有关火器的专家，并详细介绍了他们的背景和成就，特别是提到孙元化在宁远大战中的贡献，以及他们共同对火器的研究。王承恩认为火器有巨大潜力，虽然目前存在一些问题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这些问题都有可能得到解决。崇祯听后决定亲自去德胜门观摩红衣大炮的威力，并要求英国公派出神机营炮手进行演示。到了德胜门，崇祯看到了那几门红衣大炮，他仔细观察，发现这些大炮的构造和外形都非常壮观。几名炮手开始操作，崇祯心中也生出一丝忐忑，担心会出现意外。在炮手们熟练的操作下，终于轰出了一声巨响，一发炮弹飞出，引起了一片尘土飞扬。崇祯看到了炮弹落地后的巨坑，深感震惊。崇祯决定观察炮弹的威力，带着随从来到了炮弹落地的地方。他听取了李若莲等人的解释，了解到红衣大炮的杀伤力和应用场景。他对火器的威力深感震撼，决定加强经营的火器训练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回到东暖阁后，王承恩提出了一个想法，认为如果将红衣大炮的实心炮弹改为大明自己的万人敌，可能会提升威力。这个想法让崇祯大为震惊，他心想这是一个绝妙的主意。崇祯决定找到孙元化、徐光启和毕茂康等火器专家，组建一个大明工业司，加强火器的研发和生产。他下令给予充足的经费和人力支持，决心将大明的火器技术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。这个决定标志着大明朝向着现代化的步伐迈出了一大步。崇祯在考虑如何引进一些精英来帮助大明，而其中还有一位姓汤的，据说在火器方面也有过深入研究。这个时候，崇祯心中犹豫不定，毕竟对于这位姓汤的人，他对其身份和背景并不十分清楚。
但崇祯知道，无论是组建骑兵还是研究火器，都需要大量的资金。虽然阉党抄来了一笔不小的银子，但仍然远远不够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决定等待锦衣卫整顿完毕后，再出手超拔大晋商，以填补财政空缺。崇祯的心中早已打定了主意，他盘算着大明的财政收入，以及如何通过各种税收来增加国库的财富。商税、农业税等等都是潜在的收入来源，而他更打算通过释放宗室士绅手中的田地来增加农业税收。对于那些不愿缴税的宗室士绅，崇祯已经想好了应对之策，要么缴税，要么交出田地，否则就只有死路一条。除了财政方面的考量，崇祯也着手填补司礼监和内阁的空缺，以确保政务的正常运转。他不是一个甩手掌柜的皇帝，而是对每天送到手中的奏章进行认真审阅，以杜绝官员的贪污腐败。就在这时，王承恩来禀报卢象升到。崇祯正在坤宁宫内与周皇后共进晚餐，但他立刻前往东暖阁与卢象升见面。卢象升是大名府的知府，以其勇猛和武艺超群而闻名，但他的举止与崇祯所期望的知府形象并不符。崇祯质问了卢象升关于他行动的目的和动机，以及他对兵法的理解。卢象升回答称自己对兵法略有了解，并解释了魏将有武威的含义。但崇祯并不满意，他指责卢象升的行为是贪功冒进，不顾义府的安宁和百姓的安全。崇祯的目的并非是故意找茬，而是为了提醒卢象升，作为义府之长，他有责任保护百姓的安全，而不是只顾自己的勇猛和武艺。他担心卢象升的冲动行为会给大名府带来危险，特别是在面对可能的敌袭时。因此，他故意提出一些问题，以引导卢象升思考自己的责任和行为。最后，崇祯强调了紧宁防线的重要性，并警告卢象升不可轻视敌人的力量和残酷性。崇祯皇帝的一番话并没有吓到卢象升，反而让他挺直了身躯。卢象升思索着紧宁防线的情况，指出了其中的漏洞。他提到，防线长而耗费资源，红衣大炮虽然威力强大，但其实并没有对敌骑兵造成太大伤害，而且大明的火器技术是否能保密也是一个问题。他的分析让崇祯深感震撼，他意识到卢象升有着超前的战略眼光。崇祯给了卢象升3个选择，这让卢象升心中万分激动，但他冷静下来思索各个选择的利弊。在考虑之后，卢象升选择了自己组建一支军队。他知道这个选择意味着他将面临巨大的挑战，但也能够让他塑造自己的军队有更多的掌控权。崇祯同意了卢象升的选择，并给予他充分的权力和资源支持。卢象升感到无比激动，他将开始筹建自己的军队，决心打造一支敢打、敢战、忠于大明的队伍。崇祯命名这支新军为天雄军，意味着白虎猛虎出山，势不可挡，必将有所作为。卢象升接受了这个军名，并表示会不负皇帝所托，让天雄军大放光彩。崇祯赏赐了卢象升一匹名马，展示了对他的信任和重视。卢象升接受了赏赐，表示将不辜负这份期望。崇祯对卢象升充满信任，相信他能够胜任这项重任。卢象升和王承恩一起赶往御马监，准备接受赏赐。王承恩提醒卢象升，皇帝对他寄予厚望，但也带来了巨大的责任和压力。卢象升匆匆离开了皇宫，心中充满了对新军建设的憧憬和责任。他紧握着武铭记的缰绳，身上背负着陛下赐予的圣旨，感觉仿佛置身梦境。得到陛下的信任和支持，让他感到异常荣幸，但也深感压力重重。他立下心愿，要在明年的演武中展现天雄军的威风，为陛下争光。在回大名府的路上，卢象升不断思索着自己即将组建的新军应该是怎样的。他排除了山地军和火器军等方案，最终决定打造一支擅长长途奔袭的骑兵，专门用于劫营和奇袭。在他看来，大明需要的不是又一支步兵，而是能够抗衡剑卢骑兵的野战军。一路上，他的思绪不断碰撞，各种想法在脑海中涌现。武铭记在奔驰，北京城渐渐消失在他的视线之外。他仍是原来的自己，但这次京城之行却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。在陕西境内，朝廷发布的2道圣旨迅速传播开来，给陷入困境的百姓们带来了希望。他们感到欣喜若狂，仿佛看到了光明的未来。然而，一些人却对此不满，比如民变队伍的高层、士绅商人以及境内官吏，他们对朝廷的政策感到不满，觉得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损害。在白水县洛河北的山谷中，民变队伍的高层正在热议着朝廷的圣旨。有人建议投降，以免受到朝廷的严惩，但也有人坚决反对，认为朝廷的话不可信。左手第一个座位上的人更是怒斥投降的建议愚蠢。他认为朝廷不会忘记他们的叛乱，只有坚决抵抗才能保全自己的利益。在大帐中，众人聚在一起，气氛凝重。王二作为首座，试图平息大家的情绪，但他的劝解显然无法打消众人心中的疑虑。军师面色冷漠，
凝视着众人，他不容置疑地列举了4个理由，阐明了拒绝朝廷招抚的必然性。首先，他提到了造反的罪名，指出即便是接受招安，最终也难逃一死。王二也曾想过，但他深知这是死路一条，只是暂时忽略了。其次，军师指出部分人员已经被朝廷通缉，接受招抚只是自投罗网。王二心中一凛，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岌岌可危。第三，军师提到了诛杀朝廷命官和撕开官仓的罪名，足以让他们被大明律处置10回。王二心中一阵发怵，明白了接受招抚的后果。最后，军师质疑朝廷为何派遣大军而非钦差，表明了朝廷的不诚意。王二心中充满了不甘，但也深知无法改变现实。众人面面相觑，心知肚明，但仍抱有幻想。直到有人提到朝廷派遣袁可立前来，军师也不以为然，认为袁可立或许是为了完成朝廷的任务，将他们一网打尽。王二沉默不语，他内心挣扎着，但最终决定跟随军师的计划。军师提出了行动方案，首先明确利弊，然后抢夺粮食，转移驻地，藏匿于深山中。众人热血沸腾，对于拜将封侯的诱惑难以抵挡。而在官道上，袁可立的马车停在路边，周围是几十位警惕的壮汉。崔明发现了路边几具新近饿死的尸体，这让袁可立深感震惊。他意识到灾情之严重，袁可立决定埋掉这几具尸体。他们走了越来越远的路，但却见到了越来越多的饥荒死者。袁可立心中焦急，一行人急速穿越潼关，渴望能够尽快抵达陕西。潼关城外的几座新坟显得异常沉重，袁可立的思绪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交织。他内心燃起了一股火焰，皇帝的清算让他看到了希望，但陕西的灾情让他更加焦虑。他迫切地希望能够早日结束此次行程，回到北京去为百姓做更多的事情。在潼关驿站，袁可立突然觉得事情不对劲。根据他对这个驿站的了解，应该人来人往，异族络绎不绝，但现在只有几个人在，这显然异常。他警觉地指出了这一点，崔明也立即警惕起来。他们找到异常，责问起这个情况，却得到了出人意料的答案。异常万峰坦言，陕西境内的灾情已经严重到了让异族们纷纷逃离的地步。这个消息让袁可立震惊不已，他意识到这不仅仅是驿站管理问题，而是整个朝廷对陕西的疏忽与忽视。如果战事爆发，驿站无法正常运作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在崔明的建议下，他们决定前往孟原县城了解情况。在城门外，他们面对着一群饥寒交迫的难民，袁可立的怒火熊熊燃起。他以锦衣卫总旗的身份高喝，要求城门立即开放，但遭到了知县林建华的阻挠。林建华以可能有造反之人混入难民中为由，拒绝开放城门。袁可立毫不留情地下令将其拿下，并严厉警告任何阻挡百姓进城的人都将受到严惩。夜幕笼罩下的孟原县衙，气氛紧张而压抑。袁可立面色凝重，他的眼神中透露着坚决和愤怒。身后，众人默默凝视着他，等待着下一步的行动。林建华被拖出来，他的脸色苍白，全身颤抖。袁可立的声音如同钢铁般冷硬：“你有最后一次机会说出实情，否则就准备接受严厉的惩罚。”林建华瘫倒在地，无言以对。袁可立冷哼一声，命令将他拖下去打。锦衣卫犹如死狗一般将他抓走，不久就传来了林建华的惨叫声。一盏茶的功夫过后，林建华再次被拖了回来，开始交代。他承认城内的官吏商人为了谋取暴利，将粮仓的粮食高价卖出，然后再以更高的价格买回来填补粮仓，从而拖延了救灾进程。袁可立听罢，怒火满腔，他没想到官吏竟然如此胆大妄为。潘明龙虽未参与，但也是心知肚明。袁可立立即做出了决定，将林建华处以死刑，并将他的头颅示众，以警示他人。林建华求饶无果，崔明一刀了结了他的生命。随后，袁可立命令打开城门，潼关卫带领下抓捕贪官奸商，将灾民们的温饱问题解决。城门打开后，潼关卫冲入城内，有反抗者直接被制服。袁可立向百姓们说明情况，并承诺在天亮前安排周棚。在他的严厉警告下，城内逐渐安静下来。不久，潼关卫指挥使滕藻前来，称接到袁可立的命令前来支援。袁可立命令滕藻留一部分兵力守卫城外，其余人则跟随他一同进城捉拿罪犯。进入城内后，众人顺利抓捕了贪官奸商，场面一片混乱。不少人纷纷求饶，但袁可立冷酷地下令对他们实施严厉处罚。众人被逐一带回县衙，袁可立审阅了一份名册，确认了抓捕对象。随后，他走向前堂，整个大堂顿时安静下来。袁可立的到来让大家震惊不已，而他的严厉态度更是令人心惊胆战。他命令对那些对官府无礼的人进行惩罚，让他们尝尝法律的严厉。
大堂内传来一阵阵惨叫声，众人心头一凛，纷纷低下头。他们终于意识到自己的罪行，袁可丽的冷酷眼神让他们感到无比的恐惧。袁可丽冷漠地看着眼前的一幕，心中却是满满的痛苦和无奈。这些贪官奸商的行为让他感到愤怒和悲哀，他发誓要为百姓讨回公道，绝不姑息这些罪犯。潘明龙递上一本册子，其中记录着已抓获的贪官奸商的名单。袁可丽扫了一眼，面色更加凝重。众人跟随袁可丽离开大堂，而大堂内的人则面面相觑，心中都明白这次的事情绝对不会轻易了结。袁可丽坐在南关帽椅上，一身威严，仿佛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。大堂内的气氛压抑而紧张，20多名群众面露惊恐之色，仿佛看到了死神的面容。突然，一声嚣张的声音打破了沉寂，仿佛一记重击震动了整个大堂。袁可丽又如何？我姐夫是宁国公的管家，这笔生意就是宁国公安排的。声音嘲讽而傲慢，将大堂气氛推向了另一极端。袁可丽身边的众人闻言脸色一变，眼中流露出愤怒与不屑。崔明猛地上前，几个巴掌狠狠抽在那人脸上，声音清脆而响亮。然后他毫不留情地踩在那人的腿上，发出一声咔嚓，断裂的骨头传来清晰的破裂声音。大堂内传来惨叫声，其他人眼中满是不敢置信。崔明冷漠地看着其他人，仿佛在提醒他们现实的残酷。你们还在犹豫什么？快说，这人叫什么？姐夫是谁？众人被他的凛冽目光逼视着，纷纷低头报上名字，害怕的不敢有丝毫迟疑。大人，此人名叫徐义珍，姐夫叫邓有天。一人颤声回答，声音带着恐惧和不安。崔明冷冷地点了点头，记住了。他转身向袁可丽行礼，示意自己已完成任务。袁可丽淡淡的点了点头，示意他退下。大堂重新安静下来，但紧张的气氛仍然弥漫在空气中。突然，一人跪地求饶，声音颤抖着：“袁阁老，我知错了，愿意交出所得银两，再捐1000不5000担粮食。”其他人见状纷纷效仿，纷纷跪地求饶，不愿意面对袁可丽的愤怒和惩罚。袁可丽面色铁青，怒气冲天：“闭嘴！”他的声音如雷霆般震荡整个大堂：“老夫放过你们，你们天价卖粮，何曾放过城中的百姓？每天死去的数十名百姓，你们可曾放过？”他的声音响彻大堂，如同审判之神般的威严，让众人无法抵挡。砍！他一声令下，锦衣卫立刻将众人拖出大堂，刀光闪烁，惨叫声此起彼伏。大堂内恢复了宁静。袁可丽看向藤枣，将刚刚这些人抄家，将粮食运到县城粮仓，其他家才全部运到县衙。藤枣面色凝重，他低声说道：“阁老，孟原县这事有些蹊跷呀。”袁可丽眉头一挑，目光锐利地望向藤枣：“那你说说，怎么个蹊跷法？”